OK， 这里呢，中间把它往上一拉，呀，不到3秒钟，2个转换是很方便的一个设计。现在我坐在我们的床车里面，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车里面有哪些需要用电的地方。平时在车里面，有时天气不好的时候，我们会使用电子压力锅，它是800瓦，800瓦的，可以用来煎鸡蛋呐、煮面条啊、煮饭呐、焖些肉类，那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大概10分钟就可以解决了。那么还有一个用电比较大的是我们的这个电子的水壶，这个是1500瓦，用电量最大的。不过好在它的时间非常快。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的冰箱，它也是基本上我们出去的时候是一直不会断的，电是不会断的，但是这个电用的不会是太多，几十瓦。那么其次呢，就是我们车里面有其他的这些用电的，我们装了一个车外摄像头。它是前后左右都一直是就是监视着这个户外的情况的哈。看到我吗？我现在当然看到你啦，嗨！感激 Elson 能想到这一步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对那个安全来说是有一个很大的保障。我们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厨房灯。我们在阴天的时候，或者是傍晚的时候，我们在车内打开这个灯就可以操作了啊，就可以做饭啊、洗脸啊、刷牙。还有呢，后面也有一个灯，你看，这是小床灯，这样子呢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有一个灯。OK， 我大概说一下这个电的情况。我是用了一个车上2000瓦的一个 inverter， 就从把那个12伏的电转成是115伏的就是正常家用的电。另外呢，有2个100安的电池是放在这个地方。OK， 这里有2个100安的电池，就藏在车刚刚好，左后侧有一个地方可以刚刚装到这2个电池，所以就是加起来2个并联以后呢，就是200安另外呢，大家看到这个display 这个是正在充电，这个是太阳能板充电。我在车上装了一个100瓦的太阳能板，因为地方不够，所以就是说想装200瓦，但是不够地方装，就先装了100瓦。另外呢，还有2个电池，刚才后面是2个电池呢，是直接通过这个车的发电机来充电的。因为为了保险呢，我还有一个第3个电池，就大家看到下面这个电池，这个电池也是100安的一个电池。这个电池呢，平时呢是用太阳能来充的。这个太阳能呢，我们买了一个 portable 的，现在刚好它可以放在我们车的前面，刚好不阻碍任何东西所以这个也充的可以。这个是第3个电池。必要的时候呢，我会有一个开关你们看到这里有个红色的开关，这个开关如果我一打进去呢，它就直接并在我那2个主电源里面，所以就是说如果驻车的时候，我可以用3个就等于是300安培的一个3个电池来用那还有一个呢，这个呢就是portable 的电池，这个是 Delta 也挺贵的，是1800瓦的一个移动电池。这个也是有的时候在营地里面，你可以把它搬出去那个 barbecue 那个
凳子里面呢，可以就是说挺方便的。刚才说的3个电池都用完电了，这个也可以做了备用的电池。所以这个电池比较完整的，它有6个大电的出口，有 USB、USB-C 基本上都有的了。比如说我现在开一下，现在是100%，因为昨天刚刚充满电了所以这个电池是留在最后才用的。现在呢，我还想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车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，就是我们安装了这个纱网，而且是完全 permanent。这个是整个固定的一个做了一个木头做的一个架子，所以就是说可以那个纱网就在中间。那在这个角落呢，看到一个风扇。这个风扇呢，我们一边装了一个，这个呢是进风的，那边那个呢是出风的，所以就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这2个风扇也很安静。这是12伏的一个小电的一个风扇，所以整个车里面那个空气流通呢也有很大的帮助。然后我再带大家去看看另外一边这个纱窗的这个安装。这边也是一样的，就是也是整个这个中间这一排的这个座位的那个大窗户上，我们都已经把它固定的安装了这个纱窗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基本上可以开着它，下小雨都没有问题，因为我们装了雨眉。这边就是刚才 Elson 说的这个另外一个风扇出风的这是出风的。所以我们开的时候是一个对流的，一边进一边出。房车里面的这个空气呢，就是非常新鲜的。我们这个车它有2个天窗，这个呢就是司机位上面的。那么我们驻车的时候是不会开的，我们就是平时开车的时候会开一开。后面这个就是比较大的天窗呢，就是平时我们驻车的时候呢会打开它来，这上面也有装了纱网。所以呢，可以防蚊子，就是也可以透气的。另外还有我们这个车有一个特别的功能，你们猜猜这是什么呢？你们觉得这是什么呢？是窗帘吗？相信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是什么东西了吧？它是投影电视的一个屏幕。现在我们上面有一个 projector， 它是直接可以跟我们的手机连起来，可以使用这个 data 的。现在正在放的是我们最近在 YouTube 上面 post 出来的一个 video。Elson 喜欢看新闻，他经常也会在这个。我们每次一驻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看加拿大啊，还有这个国际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，一些新闻，我们可以随时看。Joe Biden criticized what he called an out-of-control Supreme Court, which recently over.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那些 Netflix 上面的 movie， 所以我们驻车的时候就可以。晚上睡觉的前呢，还有吃完饭呢，我们都可以就是就是看看电影啊，上网啊，都可以的。这个是 Netflix 上面，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我们平时喜欢看的电影。关于储物空间，我们除了车后的储物空间，2旁的小柜，现在呢看一下车内的储物空间。打开我们的座位，
在我们床的下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储物格，可以装一些杂物。还有呢，为了方便，我们还在一个座椅上还有一个门，这样子可以比较容易在座位的情况下，也可以拿到这个床下面的东西，非常方便。在我们变成这个床的这个模式的情况下，怎么样拿东西呢？也是通过这一个窗口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个储物的杂物啊，还有我们有时一些衣服啊，就可以很方便的在2个模式下都可以拿到了。